乌军重创克里米亚萨基机场，苏30战机被炸成废铁。乌军导弹精准打击俄第8集团军总部，顿涅茨克铁路枢纽同步遭袭。俄军苏34轰炸机连损5架，乌军导弹精准打击俄军后勤基地。乌军多线出击，空袭扎波罗热，重创俄第8军总部。俄军摩托突击战术刚亮相，就被乌军当场击溃。北约 F-35进入波兰，俄乌战局再升温。波兰宣布断油俄罗斯。俄阿关系骤冷，间谍风波加剧摩擦。朝鲜军队在俄乌战场死伤逾1半，金正恩悼念士兵画面曝光。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乌克兰在短短1周内第5次对俄军控制下的克里米亚发起空袭，再度重创俄军战力。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7月1日晚，乌军出动数十架 UJ-26海狸无人机，猛烈攻击萨基空军基地及黑海沿岸多个军事目标。第一波无人机群直扑萨基机场，现场随即传出连续爆炸声，一架驻守该地的俄军苏30战斗机起火燃烧，黑夜中浓烟冲天。随后几轮空袭继续推进，目标锁定黑海沿岸的俄军防空阵地。乌方公布的热成像视频显示，一套铠甲 S-1 防空系统和一部天空 SVU 预警雷达在攻击中被击中，夜空中清晰可见火光闪现。这已是乌军本周内第2次摧毁铠甲系统。实际上，就在6月28日，乌军曾空袭克里米亚基洛夫斯科耶机场，当时一架苏30也疑似被击毁，但基辅方面只公布击落3架直升机的战果。该次攻击还造成一套铠甲系统被毁，损失高达数千万美元。俄方至今尚未就此次攻击作出明确回应。克里米亚亲俄媒体此前声称苏30仅受轻伤，但具体损毁情况还需等待卫星图像更新来证实。与此同时，欧洲军事动向也引人关注。西班牙正式宣布将建造首艘航空母舰，搭载至少30架战斗机，并筹建完整航母战斗群。这一举动被视为欧洲强化自我防御的最新标志，尤其与持续对乌援助同步推进。此外，德国军工企业 Quantum Systems 表示，将在乌克兰本土设立新的工厂，专门生产 Twister 型侦察无人机，为乌军提供本地化支持。乌克兰东部战线再次传来重大消息，乌军对顿涅茨克发起新一轮远程打击，不仅击毁了俄罗斯第8集团军总部，还严重破坏了当地重要铁路枢纽，堪称数月来最猛烈的一次远程袭击。据诺尔报告等多家媒体披露，当地时间6月30日前后，乌克兰首先出动无人机攻击顿涅茨克目标，吸引俄军的防空火力后，随即发射远程导弹，成功命中俄第8集团军设于当地的指挥中心。现场画面显示，第8集团军总部多栋建筑陷入火海，爆炸声持续不断，其中一座中央仓库被彻底摧毁，现场浓烟滚滚，火势一度失控。画面中还能看到俄军消防人员边通话边组织灭火，情绪紧张，说明伤害程度非同一般。更有匿名消息人士指出，当时总部内可能驻有数十名俄军高级军官，若消息属实，此次袭击将对俄方指挥体系造成沉重打击。目前莫斯科方面尚未正式回应袭击细节，战损情况也仍在评估中，但外界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向乌克兰究竟使用了哪些导弹。军事分析认为，极有可能是英国提供的风暴阴影空射巡航导弹，
若属实，则意味着英方已经提供了对乌武器提供量，甚至可能与美国达成某种协调机制。也有分析指出，此次使用的可能是乌克兰自主研发、尚未公开的新型远程导弹，而德国此前多次暗示正在向乌转移相应技术。无论真相如何，这次行动对乌克兰都是一次重要胜利，而行动还不止于此。乌军还趁势攻击了顿涅茨克周边的铁路枢纽，试图切断俄军后勤补给。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清楚拍摄到远处铁轨线上腾起滚滚黑烟。军事观察人士指出，这是乌军数月以来对顿涅茨克最深远、最具战术意义的远程打击。此次打击也被解读为乌军对俄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战略回应。据悉，俄方近日在顿涅茨克一线集结了超过10万兵力，乌方则用导弹打击总部和铁路中枢，试图提前瘫痪其指挥和后勤系统。眼下的关键问题在于，乌克兰是否会趁势发动地面反击？乌东战场正处于又一次剧烈变动的前夜。近期，乌克兰对俄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远程打击，不仅击毁了多架苏34战斗轰炸机，还让俄军后方的战略油库与军工工厂接连陷入火海。这轮攻势已成为近几周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联合打击行动之一。据俄媒 Astra 证实，当地时间6月27日，乌军出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伏尔加格勒州的马里诺夫卡机场。当时的攻击被形容为蛛网式打击，无人机从多个方向同时逼近目标，成功击毁3架苏34战斗轰炸机，另有2架受损起火。早前曾有报道称乌军轰炸4架战机，而这一次则是俄媒首次主动承认损失的具体数量。苏34是俄空天军的主力战斗轰炸平台，单价高昂，此番损失堪称沉重打击。紧接着，从6月30日晚间至7月1日凌晨，乌军又对俄东部占领区及俄本土多地发起新一轮远程打击。卢甘斯克一座关键的后勤油库被精准命中，瞬间爆出巨大火球，黑烟冲天，远处市区都能听到爆炸巨响。令人讽刺的是，俄方数小时前才刚宣布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全境，乌军的导弹袭击几乎是在打脸回应。伊热夫斯克，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这座位于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军工城市，一家工厂现场出现明显爆炸。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正是 AK-47 突击步枪的诞生地，距离乌克兰本土超过1260公里，再次刷新了乌军无人机的打击射程记录。罗斯托夫这座靠近乌东边境的俄南部重镇也遭空袭，具体伤亡和破坏情况仍待确认。总的来看，这轮攻势是乌军近期最大规模的一次，预计更多详细报告将陆续公布。2025年7月1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224天，回到战场核心，在扎波罗热前线，乌克兰空军出动了一架米格29战斗机，使用 GBU-39 精确制导炸弹，对霍若佐维地区的俄军阵地实施空袭，造成一定破坏。顿涅茨克方向，乌军出动巡航导弹与无人机，对俄罗斯第8联合军总部展开打击。根据俄媒报道，此次攻击可能由风暴鹰营导弹执行。库尔斯克至苏梅方向，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证实公告，乌克兰国防军继续在皮夫尼奇诺斯洛博赞斯基方向进行防御作战，有效歼灭了企图强攻苏梅州边境的敌军。乌克兰守军在此方向以及库尔斯克方向的积极行动，已牵制住约5万俄军的集结，使其无法向其他威胁方向，尤其是红军村方向和辛帕夫洛夫斯基方向转移。战报进一步指出，仅在6月，乌军就在苏梅地区摧毁了俄军423件装备，
包括6辆坦克、20辆装甲车、89门火炮及多管火箭炮，另击毁3套防空系统。自2024年8月库尔斯克战役爆发以来，俄军在北斯洛伯然斯克和库尔斯克方向的装备方面，乌军共摧毁俄方2848件军备，包括99辆坦克、709辆装甲运兵车、322门火炮及火箭炮系统。乌军的顽强防守不仅遏制了俄军在北部的进攻节奏，也有效阻止了其向乌东其他战线的兵力转移，为整体战局争取了战略空间。俄罗斯近期在乌克兰战场上尝试了一种新的突击战术，用摩托车编组的小型摩托化步兵突击队进行快速穿插。但这项尝试很快遭到了迎头痛击。据乌克兰军方媒体 Militarny 6月29日报道，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旗下的萨满特种部队营，在一次精心策划的伏击行动中，成功歼灭并俘虏了一支俄军摩托车突击小队。伏击发生在一片森林地带，乌军事先掌握了敌军行动路线，并在俄军试图以高速冲锋突入乌军阵地时发动近距离突袭。从乌方公布的视频画面可见，俄军士兵在突如其来的火力压制下，纷纷从摩托车上跌落，场面极为混乱。这一战术上的碰撞迅速暴露出俄军铁包肉策略的致命弱点。摩托车高速机动虽快，但毫无装甲防护，在乌军无人机的立体监控与打击网中，就像活靶子一样脆弱。在6月27日，苏梅地区也发生了类似一幕，一支俄军摩托车纵队被乌军侦察无人机全程跟踪锁定，随即展开多层次打击。首先，一架 FPV 自杀式无人机精准击毁开路摩托，切断整支队伍的前进通道。接着，第二波无人机展开空投炸弹攻击，对陷入停滞的俄军部队展开轰炸，将整个突击队彻底摧毁。专家指出，俄军频繁启用摩托车部队，是出于对装甲车辆严重损耗后的战术权宜之计，试图以轻型快速部队弥补机动不足。但这种战法如果缺乏空中支援或反无人机体系，实质上就是以肉身硬扛无人机，在现代战场环境中无异于送死。乌克兰军方已逐渐形成一套成熟的对抗流程，战前精准情报掌握，特战小队伏击，无人机火力补刀，在有效瓦解俄军地面突击力量的同时，也展示了新型战场融合作战的优势。近日，北约对乌克兰的军援保障措施再度升级，挪威正式向波兰部署 F-35 隐形战机，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根据路透社报道，这批 F-35 将驻守波兰东南部的热舒夫空军基地，这是目前西方支援乌克兰的关键中转站。几乎所有军事装备与物资都需要从此地进入乌克兰。此前，该基地还曾遭遇无人机袭扰，安全形势不容小觑。对此，挪威防长桑德维克表示，此举不仅是保护援乌通道，更是保卫整个波兰领空，提醒欧洲应未雨绸缪，为战争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波兰也在能源战线上主动出击。波兰国家石油公司奥伦宣布全面终止与俄罗斯的石油贸易，切断最后一条供应链。这也意味着其位于捷克的利特维诺夫炼油厂将首次完全摆脱俄方原油，中欧能源格局或将重塑。奥伦 CEO 伊雷纽什把法拉直言，中欧已开始集体告别俄罗斯能源，这也契合了欧洲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整体的能源转型趋势，天然气、石油等供应体系加速脱俄。除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少数国家外，大部分欧盟成员国都在寻求独立于莫斯科的能源路径。而在战场前线，俄军的创新武器则再次引发争议，装甲火车 YANC 亮相。这款新式战车实则是一列列车车厢上搭载 BMP-2 步兵战车与 CU-23-2 高射炮的组合体，本质上仍是硬拼资源的拼装式战术。此前，俄军还曾将皮卡车、高尔夫球车、民用货车改装为临时战车，
与战争初期展示的钢铁洪流形成鲜明反差。乌克兰方面则在加强防空力量的保护。为应对俄军日益频繁的导弹与无人机空袭，乌方为爱国者防空系统加装重达3吨的装甲保护罩，由特殊材质制造，能有效防护雷达、控制站及发电设备等关键部位。俄国在高加索与中亚的影响力正在经历一场明显的退潮。据 Nexstar 新闻6月30日报道，亚塞拜然当局正式逮捕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2名工作人员，指控其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的间谍。这一事件标志着俄阿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早在此前一天，亚塞拜然警方已突袭搜查了卫星通讯社的分社办公室，外界已预感事态非比寻常。如今，媒体人员这一身份已被撕下，取而代之的是间谍指控。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亚塞拜然国家电视台近日在批评俄罗斯的报道中，直接播放了俄乌战争中的布查事件画面，暗示对莫斯科行为的明确不满。这一切都显示出，亚塞拜然正逐步摆脱对俄罗斯的传统依赖，其外交和安全政策明显倾向北约与土耳其阵营。回顾2020年纳卡战争，亚塞拜然正是在土耳其强力支持下击败了亚美尼亚，随后不仅重新掌控纳卡地区，还迫使俄军从该地撤出，进一步削弱了莫斯科在外高加索的影响力。如今，亚塞拜然的转向只是一个缩影。整个中亚和东欧地区的前苏联朋友圈正在出现一股离心潮流，传统的地缘格局正在悄然重组。与此同时，在俄国内，车臣的局势也传出微妙信号。现任领导人卡德罗夫的儿子17岁的亚当·卡德罗夫日前高调举办婚礼，引发外界对其接班意图的猜测。虽然普京在6月28日以非正式形式送上祝贺，但从克里姆林宫的态度来看，莫斯科似乎并不希望亚当成为车臣的下一任统治者。不少俄媒分析指出，相比稚嫩的亚当，现任阿赫马特特种部队指挥官阿劳迪诺夫的威望和实际控制力更高，也更被看好成为潜在接班人。从法律角度来说，车臣的领导人必须年满30岁，亚当显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而更现实的问题是，他缺乏真正的政治根基，也缺少独当一面的能力。虽然近2年随着父亲健康状况恶化，亚当频繁出现在公开场合，但不少人认为这更像是表演性质的塑造。他的高调作风也在网上引发质疑。日前，他佩戴价值2770万美元的 Ashoka 钻石手表，手持金色手枪扫射空中的视频引爆社交媒体，让人不禁怀疑这个少年真的能掌控复杂的车臣局势吗？无论是亚塞拜然的转向，还是车臣的潜在权力更替，都预示着莫斯科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地缘与内部挑战。随着俄乌战争持续拖累国家资源，俄罗斯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影响力似乎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速削弱。朝鲜国家电视台罕见播出画面，首次公开承认本国士兵在乌克兰战场阵亡，并举行隆重的遗骸归国与悼念仪式。更引人注目的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自出席了悼念活动，这一举动立即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据韩联社6月30日报道，朝鲜中央电视台当天播放了在乌克兰阵亡的朝鲜士兵遗骸返回平壤的画面，仪式规格极高。金正恩亲自在现场向阵亡军人致哀，场面庄严肃穆。法新社指出，自俄乌战争爆发3年多以来，朝鲜已逐步转变为俄罗斯最坚定的军事盟友之一。朝鲜不仅为俄军提供大量弹药，还派遣了上万名士兵支援俄军，参与乌克兰方向的作战任务，尤其集中于库尔斯克地区。据韩国情报部门评估，约有600名朝鲜士兵在战斗中阵亡，数千人受伤。韩国国防部在7月1日表示，目前尚未发现朝鲜新一轮部队调动的迹象，但并未排除未来增援的可能性。而早在6月15日，英国国防部就在社交平台 X 上披露，
朝鲜部队在库尔斯克方向作战期间，已遭遇超过6000人伤亡。这一数字令人震惊，占据最初派遣部队总数的1半以上。情报分析指出，朝鲜军队伤亡惨重，主要原因是被部署参与了密集高烈度的徒步进攻行动，缺乏足够的装甲与空中掩护支持，成为俄军在缺兵少将背景下的人力缓冲弹。为弥补前线损耗，已有少量朝鲜新部队被紧急调往库尔斯克地区。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年初曾报告称，在1月至2月期间，朝鲜已向俄罗斯增派约3000名士兵。结合去年派遣的11000人，朝鲜在乌克兰战场的兵力规模正在持续扩大。除了人力支援，朝鲜还向俄方提供了大量炮弹与导弹，以换取石油产品与先进军备技术，包括弹道导弹系统的升级技术支持。这使朝鲜成为俄乌战争中除伊朗外最具实质战力贡献的外国盟友。尽管朝鲜部队早在2024年秋季就已参与实战，但俄罗斯方面直到2025年4月才首次承认朝鲜军队参与前线作战。如今，随着朝鲜公开悼念阵亡士兵，其对战争的深度卷入已不再遮掩。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